大家好，我是小陈，今天想再次聊一聊苹果这支股票。我的频道中常常提到苹果，同时这也是巴菲特的爱股。在实务上，很多人都觉得如此平平无奇，大家都知道的股票，怎么能凸显自己的投资实力？但是如果从一个价值投资者的角度思考问题，就会发现苹果还是非常值得投资的。苹果作为世界第一大公司，位居美国科技五巨头的老大，就算有如此高的地位，苹果的股价却异常便宜。截至1月12号，苹果的 PE 是 31.19 倍， ROE 是 1.2904。 相比之下，微软的 PE 是 35.21 倍， ROE 是 0.486。 亚马逊的 PE 是 64.67 倍， ROE 是 0.2249。 谷歌的 PE 是 26.67 倍， ROE 是 0.322。 脸书的 PE 是 23.9 倍， ROE 是 0.3022。 ROE 代表公司的赚钱能力， PE 代表公司的股价。一般而言，投资人希望股价越便宜越好， PE 越低越好。希望公司越赚钱越好， ROE 越高越好。有了这样的概念，看一下表格，就算不使用复杂的数学模型，也能明显看出苹果比起其他公司是投资人最好的选择。对于运算公式和数学模型比较注重的投资人，可以参考以下这个公式。公式是用公司的业绩为基础，判断一家公司的股价高低。如果算出的分数越高，代表股票目前的价位越甜。一般而言，分数介于6到13之间是可以接受的，超过13表示股价目前还不错。苹果的分数是 98.71， 微软的分数是 3.06， 亚马逊的分数是 0.52， 谷歌的分数是 1.73， 脸书的分数是 1.94。 一般超级大公司的前景良好，就算分数比较低还是可以接受的。所以其他1至3分的科技巨头，我觉得股价还是不算贵的。但是苹果有夸张的98分，这也是我认为苹果的股价被严重低估的原因。2022年美股的危机，就是现在全美国面临升息的议题。升息发生以后，借贷成本提高，可以预见很多企业的资金链会出现问题。资金不足，现金流本来就堪忧的公司冲击最大。这种情况下，苹果作为全世界现金流能力最强大的公司，丝毫不受恶劣环境的冲击，反而可能成为资金的避风港。苹果去年就赚了1000多亿美金，其中900多亿还可以用来做股权回购，这样的公司怎么可能出现现金周转的问题？所以我认为无论危机有没有发生，苹果都能顺利的度过。比较产业性质，苹果做的电子产品行业竞争激烈，要一直保持创新的文化。在这一行，所有价格的产品都可以存在，有钱的用户买苹果，没钱的用户买华为。其他科技巨头公司都是在做一个天然垄断的生意模式，并没有和用户产生真正的信赖感和人们心目中的品牌形象。无论用户贵贱，世界上只需要一个作业系统，所以只能有微软；只需要一个电商平台，所以只能有亚马逊；只需要一个搜索引擎，所以只能有谷歌；只需要一个社交网站，所以只能有一个脸书。这样的商业模式内部哪有创新的动力？随时一个小小的变革，商业帝国可能瞬间倒塌，就像谷歌扳倒雅虎一样。苹果在最困难的实体产品领域能称王，而这个王者的地位带给苹果的稳定性，也是其他科技巨头公司无法比肩的。除了升息议题外，美国股市另一个隐患是供应链问题。
而苹果的执行长提姆·库克是供应链管理大师，业界甚至有这样的说法：贾伯斯提出构想，库克负责实现贾伯斯的想法。如果做出来的产品太多滞销，会导致公司的亏损；如果做出来的产品太少，公司少赚钱。一定要整合供应链，压低成本，并且做出刚好数量的产品，苹果才能赚钱。可以说，没有库克，贾伯斯或许依然有一番伟业，但绝对无法名留青史，而苹果早就倒闭了。贾伯斯传中也非常推崇库克的贡献。面对全球供应链重新分配，所有制造业面临考验。世界上没有比提姆·库克更值得信赖的 CEO， 相信他一定会带领苹果走出未来的困境。所以我认为将要来的供应链危机对苹果的影响也是不足为惧的。在用户体验上，我大概也不需要强调苹果的产品多优质。就算手中没有苹果手机，问一问周围用苹果手机的朋友，相信只要使用过苹果产品的用户，就没有给苹果差评的。那丝滑的手感、和谐的音质、流畅的界面、人性化的操作、硬体的高效能、电池强大的续航力及寿命，就算是看 CP 值选产品、不注重品牌的消费者，也同意昂贵的苹果手机 CP 值比其他竞品都还高。另外，苹果的业绩增长未来还有爆发性的潜力。据可靠消息，苹果在业界大量挖角高级工程师和管理主管，为了打造自己的 VR 装置和电动车。这两个东西未来蛋糕有多大，多能赚钱，很难估计。而苹果凭着自己的品牌优势以及资金优势，在切蛋糕的竞赛中绝对能抢到一块大蛋糕。总的来说，苹果是一个现在很赚钱，股价却被严重低估，未来不管面对什么危机都能应对，用户体验极佳，产生强大品牌黏着性，业绩还具有爆发性成长空间。这样的好公司对我们而言，绝对是值得 all in 的优质标的。这也是巴菲特为什么敢在一只股票就压上 40% 的筹码。可以说，股神赌上股神一辈子的荣誉，为苹果这间公司挂保证。好了，今天就说到这里吧。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的投资有帮助的话，点赞订阅就是对我最好的支持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